在人类科学史的宏伟长河中，某些书籍的诞生就如同一次震撼心灵的思想地震，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根基。而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著的《自私的基因》正是这样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出作品。众多学者甚至毫不犹豫地将其评价为自查尔斯·达尔文以来，整个进化论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最具革命性意义的一部伟大著作。这部作品提出的核心理论观点可谓石破天惊。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生命的本质内涵。我们人类以及地球上其他一切形式的动物生命，都不过是基因为了实现复制自身和传播遗传信息这一根本目标，而通过漫长进化过程精心设计和巧妙构建出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机器。我们这些生物个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终极理由和最根本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忠实地服务于这些看似微小却永恒不朽、代代相传的遗传密码载体。道金斯在这部著作的开篇部分就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地向每一位读者发出警告：这本书深入探讨和系统阐述的主题内容，并非是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也不是关于善恶是非判断的哲学思辨，而是一种全新的、彻底的、科学的审视生命现象的纯粹生物学视角。他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自私这个核心概念，并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理解的那种带有道德色彩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人格特征，而是一种形象生动的科学比喻，专门用来指代那些在地球生命漫长进化历程中能够成功脱颖而出，最终获得生存优势的基因类型。这些优胜基因的所有行为效果和表现形式，总是毫无例外地指向一个共同的根本目标：确保自身遗传信息的成功生存与高效繁殖传播。道金斯深刻认为，过去人们在理解和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时经常遇到的许多理论困惑和认知难题，其根本原因都在于我们完全搞错了整个进化过程中真正的主角和核心驱动力量。在这场生命演化的宏大历史剧目中，真正的主角和决定性力量既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物种群体这样的宏观概念，也不是具体可见的生物个体这样的中观存在，而是隐藏在生命深层、控制着一切生物现象的微观基因分子。整个生命世界的运行机制就像一场规模宏大、情节复杂的精密木偶戏表演，我们这些形形色色的生物个体只是在舞台前方进行表演的各式木偶，看似自主地做着各种动作和行为选择，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和操控者是基因，那只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无刻不在精密操控一切生命活动的神秘而强大的无形之手。因此，要想真正深入理解这本书的深刻内涵和革命性理论观点，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每一位读者能否顺利完成这次彻底的、根本性的认知视角转换，真诚地承认并完全接受这样一个可能令人感到不太舒适的科学事实：我们人类以及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形式都只是基因的临时载体和运输工具，是他们在穿越漫长地质年代的伟大征途中选择使用的临时驿站。与此同时，作者也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观点：我们人类这个独特的生物物种，正是因为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传承能力和自主理性意识，完全具备了反抗和挣脱基因给我们预设的那些原始本能指令的强大能力。我们绝对不需要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基因的根本自私性作为指导我们行为选择和人生价值判断的道德准则。在这本书后来增补的详细序言部分中，道金斯再次非常耐心、极其详细地回应了广大读者对这本书最主要的理论误解，特别是针对自私这个极容易引起争议和情感反应的核心词汇概念的各种误读和曲解。他在序言中重新郑重声明，基因作为分子层面的生物学实体本身是完全没有任何主观意识和目的性意图的，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看似自私的特性和行为模式，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观测验证的自然效果，就像水在重力作用下总是会自动往低处流淌一样简单自然。这完全是自然选择这一生物学基本法则长期持续作用下必然产生的客观趋势和科学结果。那些能够在复杂的基因库环境中进行有效协作配合，成功共同构建出更加强大有力的生物个体的各种基因组合类型，才能够在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过程中最终胜出并成功延续到后代。所以，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更加深层次、更加全面的角度来仔细观察和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所谓自私的基因，在其本质特性上必须同时也是懂得精密协作、善于团队合作的基因类型。这两种看似矛盾对立的特征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逻辑冲突。
如果说自私的基因这个科学比喻依然让某些读者感到思想上的不适应或者产生情感上的误解，道金斯在书中很贴心地建议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另一种更加中性温和、不易引起争议的准确表达方式，将其称之为不朽的基因、永恒的基因或者持久的基因等等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术语概念。这个科学术语的适当改变和调整，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整本书中另一个极其重要、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核心理论观点。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任何具体的、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生物个体都是相对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暂时存在，就像天空中随风飘过的朵朵白云一样，很快就会自然消散无踪。而基因分子的无数拷贝却能够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精确传承复制过程，在时间的滚滚长河中持续延续下去，达到近乎永恒的理想存在状态。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身体内部所携带承载的各种基因，实际上都是从地球上生命现象最初诞生的那个极其遥远的原始时刻就已经开始踏上漫长演化旅程的极其古老的遗传信息密码。在数十亿年的漫长岁月中，它们作为生命信息的载体，见证了整个地球表面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过程，亲身经历了无数次生物物种的兴衰更替轮回。而我们这些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生物个体，只不过是他们在这条生命长河中临时选择搭乘使用的一艘艘注定短暂的航行船只而已。这种全新的、革命性的观察视角，彻底颠覆了人们长期以来习惯接受的以个体生物为绝对中心的传统生命观念。它深刻地强调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事实：在生命这场规模宏大、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演出中，真正的主角和绝对核心角色是那些执着追求不朽存在、永恒延续的基因分子，而绝对不是我们这些转眼即逝、昙花一现的具体生物个体。既然要完整讲述基因的精彩故事，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最开始的起源地方开始谈起，从生命现象的根本起源和本质特征开始进行深入的科学探讨。全书第1章的醒目标题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具有根本性哲学意义的深刻问题：为什么这个广阔的宇宙中会有我们人类这样复杂高级的生物存在呢？或者我们可以将这个根本性问题的探讨范围进一步扩大延伸：为什么整个宇宙中会出现生命这种奇妙复杂的自然现象呢？在伟大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通过系统深入的科学研究提出现代进化论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绝大多数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理所当然地坚信，生命现象本身的客观存在就是一个极其有力的直接证据，充分证明了在这个复杂精妙、秩序井然的自然世界背后，必然存在着一位或多位全知全能、智慧无限的神圣设计者，在进行着极其精心的规划设计和细致安排布局。你只要仔细观察研究一下，就会惊奇地发现，人类眼睛的精密复杂结构是多么令人叹为观止，心脏持续有节奏的强有力搏动是多么规律精确可靠，各种鸟类翅膀的流线型优美设计是多么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这一切令人惊叹的生命现象都显得那么不可思议，那么巧夺天工，那么精妙绝伦，仿佛完全是一位技艺极其高超的神圣钟表匠经过深思熟虑后精心制作出来的完美无缺的艺术杰作。但是查尔斯·达尔文通过数十年深入细致的科学观察研究所创立的现代进化论理论体系，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科学解释框架。这是一个完全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神秘力量或设计者直接参与的纯粹自然主义的解释体系。这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科学解释的理论核心和基础支柱，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自然选择机制原理。道金斯在书中运用极其简洁明了却又深刻透彻的优美语言，为广大读者清晰概括总结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本质内涵和基本运行原理。他在书中明确阐述到，任何一个具备进行自我复制基本能力的实体或系统，如果在其复制过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微小的随机错误或变异现象，而且这些偶然产生的错误变化是可以相对稳定的遗传传递给下一代的，同时不同类型的错误变异会导致这些复制实体在复制速度、效率和成功率方面产生明显可测的差异，那么经过足够漫长的时间积累和世代传承，那些在复制过程中表现出更快速度、更高效率、更强适应性的优秀实体类型，必然会在总体数量上越来越占据明显优势，最终在整个复制系统中取得绝对主导地位，甚至可能完全主宰整个生物世界的发展演化方向。这就是生物进化过程的全部奥秘所在，也是解开地球生命复杂性和多样性谜题的根本理论钥匙。这个看起来相对简单直接的基本原理，
实际上具有极其强大的理论解释能力和广泛的适用范围，能够令人完全信服的科学解释，从地球上最原始、最简单的单细胞微生物形态，到今天我们在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中能够观察到的极其纷繁复杂、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各种生命世界现象，这一切令人惊叹的生命形式究竟是如何通过漫长的地质历史过程，从完全的无机物质到有机生命，从极其简单的分子结构逐步演化发展到高度复杂精密的生物形态的完整过程。在这个宏大壮观的生命演化过程中，没有任何预先设定的目的和终极目标，也没有任何事先精心规划设计好的发展蓝图和实施方案，存在的只是完全盲目的、纯粹机械性的、自动运行的自然筛选淘汰过程。道金斯在书中特别强调指出，人们在理解和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时，最容易犯的一个严重逻辑错误，就是所谓的物种整体利益论或群体选择论的错误思维模式。许多缺乏专业生物学训练的普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动物在复杂自然界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行为模式，其根本目的和最终指向是为了促进整个物种群体的长远繁衍兴旺和永续延续发展。举例来说，当我们观察到狮子在广阔草原上捕食斑马群体的自然现象时，很多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捕食行为的真正深层目的是为了有效控制和调节斑马种群的总体数量规模，防止斑马因为过度繁殖增长而将草原上的植被资源完全消耗殆尽，从而能够长期维持整个草原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状态。这样的生态平衡结果，最终对狮子和斑马这两个不同物种的长远生存发展都会产生显著的积极益处。这种基于生态和谐理念的解释思路听起来确实非常符合直觉认知，也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情感认同，具有相当大的表面吸引力和说服力。但道金斯在书中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明确指出，这种流行的想法在科学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在生物学理论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为了清楚明白地说明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他在书中构造了一个非常生动具体、极富启发性的思想实验例子来进行详细的逻辑论证。我们可以假设，在某个特定的动物物种群体中，绝大部分个体成员都具有高度发达的集体主义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非常愿意为了整个群体的共同长远利益而主动做出各种个人牺牲和利益让渡。比如，他们会完全自觉地主动限制自己的生育繁殖数量和频率，严格控制后代的数量，以避免因为群体内部过度繁殖而导致生存资源的严重枯竭和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这样的高尚利他主义行为在人类道德标准上确实非常值得赞美和推崇，体现了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但是从纯粹的生物学和数学逻辑角度来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只要在这个充满无私个体的群体中出现哪怕一个具有强烈自私倾向的叛逆者个体，这个完全不顾集体整体利益，只关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私个体会按照自己的生物本能冲动，毫无节制地进行繁殖活动。那么从纯粹的数学统计概率来分析，这个自私个体的众多后代，也就是那些通过遗传获得了这种强烈自私基因特质的新一代个体成员，在数量上必然会比那些严格遵循集体利益原则、主动进行自我生育约束的无私个体留下更多的子孙后代。随着生物世代的不断更替和时间的持续推移，这种促进个体自私行为的基因类型就会在整个种群的基因库中逐步扩散传播开来，其在总基因库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最终必然会完全取代和消灭那些促使个体进行自我牺牲和利益让渡的无私利他基因类型。这个详细的分析推理过程非常清楚地表明，从进化生物学的长远历史角度来看，那些纯粹基于群体整体利益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在客观上是极其难以长期维持和稳定延续的，它们注定会在自然选择的强大压力下逐渐衰落，并最终完全消失。因此，进化过程中真正有效的基本选择单位必须是一个足够小巧、足够稳定、能够稳定可靠的代代相传的基础实体。从这个重要的理论角度来进行深入分析，物种这个生物学概念的涵盖范围过于庞大宽泛，缺乏必要的具体性；群体组织结构过于松散多变，缺乏足够的稳定性；而具体的生物个体其自然生命又过于短暂有限，缺乏必要的持久性。这些生物学层次都无法有效承担起进化选择基本单位这个极其关键重要的理论角色。只有基因这种分子层面的遗传信息载体，才完全符合进化选择单位的各项基本要求和必要条件。基因通过极其精确可靠的自我复制分子机制，将自己所携带储存的各种遗传信息完整忠实地传递给下一代个体，
基因本身作为信息载体，具有相对稳定持久的分子特性，但由各种基因组合构成的具体生物个体，却在自然界中不断经历着生老病死的自然循环过程。道金斯在这里郑重提出了全书的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理论观点：任何在激烈的进化竞争中获得显著成功的基因类型，其最主要、最显著、最关键的特征，就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无情的、彻底的自私性特质。这种深层次的根本自私性特质，通常情况下会直接导致由这些基因构成的生物个体在具体行为表现上也显示出明显的自私倾向。但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条件和特殊情况下，基因也会通过促进和推动个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明确界限和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来最终实现自己的根本自私目标和利益最大化。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关键理论概念是有限的或有明确条件的利他主义。举例来说，一只鸟妈妈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小雏鸟而毫不犹豫地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与凶猛强大的捕食者进行殊死搏斗。这种勇敢的母爱行为在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非常典型的利他主义表现，充分体现了母性的伟大和无私。但如果我们从基因的深层分子角度来进行科学分析和理性理解，这种看似完全无私的感人行为，其实本质上仍然是自私的基因逻辑的体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需要保护的幼小雏鸟体内携带着与母鸟完全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基因拷贝，因此母鸟拼命保护这些幼鸟的生命安全，实际上就等同于在拼命保护自己基因拷贝的成功延续和有效传播。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利他现象，在现代进化生物学中被专门称为亲缘选择理论或包容性适应度理论。道金斯在书中进一步深入详细地阐释说明，一个特定基因促使其生物载体为其他生物个体做出牺牲和付出的行为倾向强度，应该与这些受益个体拥有该特定基因拷贝的统计概率成严格的正比例关系。换句话说，你在基因层面上越是愿意为某个特定个体做出重大牺牲和巨大付出，这个个体就越应该在遗传基因构成上与你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和高度的基因相似性。这个重要的理论原理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广阔的自然界和复杂的人类社会中，父母总是会毫不犹豫地为自己的亲生孩子做出巨大牺牲和无私付出。兄弟姐妹之间会表现出明显的相互帮助倾向和合作精神，但对于毫无血缘关系的完全陌生个体，就往往没有这种天然的、本能的、强烈的利他倾向。这个基于基因根本自私性的创新理论框架，得到了大量严格控制的科学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和反复验证。在广阔多样的自然界环境中，我们确实可以反复清楚地观察到这样的普遍现象：各种动物个体更加愿意积极帮助和主动保护那些与自己具有直接血缘关系、基因相似性较高的其他个体成员。蜜蜂工蜂会毫不犹豫地为了保护整个蜂巢群体的安全而慷慨地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其根本的生物学原因就在于蜂巢里的其他所有蜜蜂个体都是它的亲生姐妹，彼此之间携带着基本相同的遗传基因信息。在深入探讨了亲缘选择理论的基础原理之后，道金斯进一步引入了另一个在现代进化生物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重要概念——进化稳定策略理论。这个由英国著名理论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首先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创新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动物行为的进化机制和稳定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学分析工具和概念基础。进化稳定策略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由多种不同行为策略组成的复杂群体环境中，如果某种特定的行为策略一旦在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任何试图侵入和取代这种主导策略的其他替代策略都无法获得进化上的优势。因此，这种主导策略就能够在群体中长期稳定地维持下去。这种能够抵抗其他策略入侵并保持自身稳定性的行为模式，就被称为进化稳定策略。为了更加生动具体地解释这个相对抽象的理论概念，道金斯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动物王国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有趣现象：动物之间的冲突和争斗行为。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往往认为动物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异常激烈和残酷无情的，强者应该会毫不留情地消灭弱者，每一次冲突都应该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然而，现实的观察结果却显示出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同种动物之间的冲突往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克制和绅士风度，很少会发展到导致严重伤亡的极端程度。以鹿群中雄鹿之间为了争夺交配权而进行的决斗为例，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两只雄鹿用它们粗壮有力的鹿角互相顶撞、推搡和较力，
这种争斗过程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其中一方认输退让为止。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每只雄鹿都拥有足够尖锐锋利的鹿角，完全有能力对对手造成致命的重伤，但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使用这种可能导致对方死亡的极端攻击方式，而是采用一种看似相对温和的正面顶撞策略。从表面上看，这种现象似乎可以用为了物种整体利益的群体选择理论来解释。如果所有的雄鹿都采用极端的致命攻击策略，那么种群中的雄性个体数量就会因为频繁的相互残杀而急剧减少，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物种的繁殖能力下降和生存危机。因此，采用相对温和的争斗策略对整个物种的长远利益是有利的。然而，道金斯运用进化稳定策略理论对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加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他指出，我们可以将动物的争斗行为简化为2种基本策略类型：鹰派策略和鸽派策略。鹰派策略代表极端攻击性的行为模式，采用这种策略的个体会在每次冲突中都使用最大的暴力和最致命的攻击手段，直到对手死亡、重伤或逃跑为止。鸽派策略则代表相对温和的行为模式，采用这种策略的个体会采用威胁展示、象征性攻击等相对安全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一旦遭遇真正的暴力攻击，就会立即逃跑。通过精确的数学建模和概率计算，我们可以分析在不同的成本收益结构下，这2种策略在群体中的长期进化动态和最终稳定比例。如果获胜的收益相对较高，而受伤的代价相对较低，那么鹰派策略就会在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如果受伤的代价远远超过获胜的收益，那么纯粹的鹰派策略就会因为过高的风险而无法维持，群体中就会出现鹰派和鸽派策略的混合均衡状态。更加有趣的是，进化稳定策略理论还可以解释一些看似更加复杂的动物行为现象。比如，在许多动物种群中，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当2个个体发生冲突时，体型较大、实力较强的个体往往会获得胜利，而体型较小、实力较弱的个体则会主动退让。这种现象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从进化稳定策略的角度来分析，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非常精巧的不对称战争策略。在这种策略模式下，每个个体都会根据自己与对手之间的实力对比来决定是否值得进行激烈的争斗。如果自己的获胜概率很高，就采用鹰派策略；如果自己的获胜概率很低，就采用鸽派策略。这种基于实力评估的条件性策略能够有效减少群体中无谓的暴力冲突，同时确保资源能够更多地流向那些具有更强竞争能力的个体，从而提高整个群体的生存效率和繁殖成功率。除了争斗行为之外，进化稳定策略理论还可以应用于理解动物王国中另一个极其重要而复杂的现象领域——两性之间的进化博弈和繁殖策略竞争。道金斯在书中专门用了大量篇幅来深入分析雌性和雄性个体在繁殖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同选择压力和策略考量。这种分析揭示了生物世界中一些最为精彩和戏剧性的进化现象。在绝大多数动物物种中，雌性和雄性个体在繁殖投资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对称差异。一般来说，雌性个体需要在每次繁殖过程中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生理资源，包括产卵或怀孕、哺育幼崽等等耗费巨大的活动。相比之下，雄性个体在繁殖过程中的直接投资往往相对较少，有时候仅仅需要提供精子就可以完成繁殖行为。这种繁殖投资的不对称性导致了雌性和雄性个体在配偶选择和繁殖策略方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进化压力和行为倾向。对于那些需要在每次繁殖中投入大量资源的雌性个体来说，选择一个优质的配偶对于其繁殖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优质的雄性配偶不仅能够提供优良的基因，还可能提供各种形式的资源支持和保护，比如营养丰富的求偶礼物、优质的筑巢领域、对幼崽的照料等等。因此，雌性个体往往会表现出相对谨慎和挑剔的配偶选择行为，他们会仔细评估潜在配偶的各种品质特征，只与那些能够通过严格标准的优秀雄性进行交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雄性个体由于在单次繁殖中的投资相对较少，往往会采用一种截然不同的繁殖策略。对于雄性来说，最大化繁殖成功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尽可能的与更多的雌性个体进行交配，从而增加自己基因传播的总体数量和覆盖范围。因此，雄性个体往往会表现出更加积极主动和竞争激烈的求偶行为，他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寻找配偶，展示自己的优秀品质，与其他雄性竞争交配权等等。
这种雌雄两性在繁殖策略上的根本差异，导致了动物王国中出现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复杂求偶行为和性选择现象。雄性动物为了吸引雌性的注意和好感，进化出了各种各样令人惊叹的展示行为和身体特征。孔雀华丽绚烂的尾屏，极乐鸟复杂精巧的求偶舞蹈，夜莺婉转动听的歌声，萤火虫闪烁神秘的光信号，所有这些看似纯粹为了美学效果而存在的生物现象，实际上都是雄性个体为了在激烈的求偶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雌性青睐而进化出来的精密策略工具。然而，这种性选择过程并不是一个单向的、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复杂博弈和相互制约的动态系统。雌性个体虽然在配偶选择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的选择标准和偏好本身也会受到各种进化压力的影响和塑造。一方面，雌性需要选择那些能够提供优良基因的雄性，确保后代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雌性也需要考虑雄性是否愿意和能够在繁殖过程中提供足够的资源投入和照料支持。这种复杂的选择压力有时候会导致雌性个体陷入一种有趣的进化困境。比如，那些具有极其华丽外表和精湛求偶技巧的雄性，往往也是那些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吸引配偶而不是照料后代的个体。选择这样的雄性作为配偶，虽然可能获得优良的基因，但可能无法得到足够的育儿支持。相反，那些外表相对朴素但更愿意投入育儿工作的雄性，虽然能够提供更好的照料服务，但可能无法为后代提供最优质的遗传基因。面对这种两难选择，不同的雌性个体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环境条件，采用不同的繁殖策略。一些雌性可能会优先选择那些基因优良但照料投入较少的魅力雄性，然后通过自己的额外努力来弥补照料方面的不足。另一些雌性则可能会选择那些虽然基因品质一般，但愿意大量投入育儿工作的好爸爸类型雄性，通过雄性的照料投入来提高后代的生存成功率。更加复杂的情况是，一些雌性甚至可能采用一种双重策略，即与基因优良的雄性进行交配，以获得优质基因，同时与愿意提供照料的雄性建立长期关系，以获得育儿支持。这种策略虽然在道德上可能令人质疑，但从纯粹的生物学角度来看，它代表了雌性个体在复杂环境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繁殖成功的理性选择。雄性个体当然也不会被动地接受这种情况，他们会采用各种各样的反制策略来保护自己的繁殖利益。一些雄性会发展出精密的配偶守护行为，在交配后继续密切关注和保护雌性，防止它们与其他雄性发生外遇。另一些雄性则可能采用更加积极的竞争策略，通过直接的暴力冲突来排除潜在的竞争对手。还有一些雄性可能会发展出复杂的欺骗和伪装行为，试图通过虚假的信号来吸引雌性的注意，或者偷偷进行交配。在某些动物物种中，这种雌雄两性之间的进化博弈甚至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复杂程度。比如在一些昆虫物种中，雄性的精液中含有各种复杂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不仅能够增加受精的成功率，还能够影响雌性的后续行为，包括降低它们再次交配的意愿，影响它们的产卵模式，甚至直接影响它们的生理状态和寿命长度。作为对这种雄性策略的回应，雌性也进化出了各种复杂的反制机制。它们可能会发展出能够选择性地利用或排斥不同雄性精子的生理机制，从而在交配后仍然保持对繁殖过程的主导控制。它们也可能会采用复杂的交配行为模式，比如与多个雄性进行交配，让不同雄性的精子在体内进行竞争，最终由最优质的精子完成受精过程。这种雌雄两性之间持续不断的进化军备竞赛，导致了生物世界中出现了无数令人惊叹的复杂现象和精巧机制。从宏观的行为策略到微观的生理机制，从明显的外表特征到隐蔽的化学信号，两性之间的这种进化博弈塑造了生命世界中一些最为复杂和精彩的现象。道金斯在书中强调，理解这种两性战争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的各种繁殖策略和行为模式，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最大化各自基因的传播成功率。雌性的挑剔和谨慎，雄性的竞争和展示，双方的欺骗和反欺骗，所有这些看似复杂多样的行为现象，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自私基因为了实现自身复制目标而采用的不同策略手段。这种基于基因中心观点的分析框架，不仅为我们理解动物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也为我们反思人类社会中的性别关系和婚恋模式提供了有益的生物学启示。当然，
道金斯同时也明确强调，理解这些生物学基础，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简单的接受或合理化人类社会中的所有性别不平等现象，而是应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应对这些深层的生物学驱动力，从而建立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关系。然而，仅仅依靠亲缘选择理论的解释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所有不同类型的利他主义行为现象。在许多具体的实际情况下，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不同动物个体之间存在着广泛深入的互惠合作关系和互助行为，即使这些积极进行合作的个体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血缘关系纽带。这种有趣的生物现象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现代进化生物学中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理论概念——互惠利他主义或互惠合作理论。为了清楚明白地解释这个相对复杂抽象的理论现象，道金斯非常巧妙地借用了博弈论研究领域中一个极其著名、被广泛研究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来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详细的逻辑阐述。在标准的囚徒困境实验设置中，两个被警方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分别关押在完全隔离的不同牢房中，彼此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沟通交流。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独立地做出一个对自己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选择，是选择与对方进行合作，严格保持沉默，不向警方揭发对方的犯罪行为，还是选择背叛对方，主动向警方揭发对方的全部罪行，以换取自己的减刑机会。在这个经典的博弈结构中，如果双方都理智地选择合作策略，那么他们都能够获得相对较好的结果和比较满意的个人收益。如果双方都不幸地选择背叛策略，那么他们都会受到相应程度的法律惩罚。但如果其中一方选择诚实合作，而另一方选择恶意背叛，那么背叛者将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而坚持合作的一方则会遭受最大的损失。在这种特殊的博弈结构设计下，从纯粹理性计算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进行冷静分析，每个理性的参与者的最优选择策略似乎都应该是背叛对方，因为无论对方最终采取什么具体策略，选择背叛总是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好的个人结果。但是，如果这个博弈过程不是只进行一次就结束，而是需要在相同的参与者之间重复进行很多轮很多次，那么整个博弈的战略格局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长期的合作策略就有可能成为比短期背叛更优的理性选择。道金斯在书中详细深入地介绍了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进行的一个在国际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计算机模拟实验。阿克塞尔罗德向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博弈论研究专家和策略设计高手发出广泛邀请，请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设计各种不同类型的博弈策略和决策算法，然后让这些精心设计的策略在高性能计算机模拟环境中进行大量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游戏竞赛，通过详细的统计分析来客观观察哪种策略能够在长期激烈竞争中获得最高的累积总分和最优的整体表现。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计算机实验的最终结果令所有参与者和观察者都感到非常惊讶和意外。最终获得压倒性胜利的策略，竟然是参与整个竞赛的所有复杂策略中最简单、最直接、最容易理解的策略之一。这个出人意料的获胜策略被研究者们形象生动地称为针锋相对或以牙还牙策略。这个简单策略的具体操作规则极其简单明了，任何人都能够轻松理解和掌握。在第一次与任何新对手进行博弈交锋时，无条件的主动选择合作，向对方释放友善合作的积极信号。从第二轮博弈开始，就完全准确地模仿复制对手在上一轮博弈中的具体选择行为。如果对手在上一轮中选择了诚实合作，你在这一轮中就也选择合作回应；如果对手在上一轮中选择了恶意背叛，你在这一轮中就也毫不犹豫地选择背叛进行报复回击。这个看似极其简单直接的针锋相对策略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复杂精巧的策略中脱颖而出，并取得最终的压倒性胜利，根本原因在于它同时完美具备了几个在复杂博弈环境中极其重要的优秀特征。首先，它是友善的和积极的，总是主动首先选择合作，向潜在伙伴释放善意友好的合作信号。其次，它是具有报复能力的和不可欺负的，对任何背叛行为都会立即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绝对不会软弱可欺。第三，它是宽容的和向前看的，一旦对方重新回到合作的正确轨道，就会立即原谅过去的背叛行为，不会长期记仇。最后，它是清晰明了的和易于理解的，策略规则简单透明，对手容易理解学习，并逐渐学会与之进行有效的长期合作。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理论影响的科学实验发现，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复杂的动物行为模式和人类社会组织结构，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它非常清楚地表明，
即使是在一个完全由自私自利个体组成的竞争性世界环境中，广泛深入的合作行为不仅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而且往往是对所有参与者都极其有利的最优理性选择。成功实现有效长期合作的关键要素在于，必须建立起适当完善的社会制度机制，来及时准确地惩罚那些恶意背叛合作协议的机会主义个体，同时给予那些始终坚持诚实合作的可靠个体相应的奖励、保护和优惠待遇。道金斯在书中进一步深入指出，广阔自然界中许多动物表现出来的看似复杂神秘的行为模式，实际上都可以用这种互惠利他主义的创新理论框架来进行合理科学的解释和深入理解。比如说，蝙蝠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会主动慷慨地与那些在夜间觅食活动中没有获得成功、处于饥饿状态的同伴分享自己辛苦获得的珍贵血液食物。许多不同种类的鱼类之间会自发建立起相互清理身体表面寄生虫的长期合作关系和互助服务体系。各种鸟类会在敏锐发现空中或地面捕食者接近威胁时，主动发出清晰响亮的警报声音，来及时提醒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注意潜在危险，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这些动物行为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非常典型的利他主义表现，个体似乎在为了其他同伴的利益和安全而主动承担额外风险或付出宝贵代价。但从长远的进化历史角度来进行深入分析，它们实际上都严格遵循着你帮助我，我也帮助你这种互惠互利、相互受益的基本合作原则。人类复杂社会中许多深层次的道德直觉和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规范，很可能也有着这种互惠利他主义的深刻进化生物学基础。我们人类普遍具有的同情心、正义感、感恩之心、公平意识等等高尚情感，这些看似与自私基因的根本本性完全格格不入、截然对立的美好情感特质和道德品质，很可能正是为了在极其复杂多变的社会博弈环境中，更好地识别合作伙伴，更有效地执行针锋相对这一类长期合作策略，而由数百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精心塑造培养出来的高级认知心理机制。它们实际上是基因为了实现自身的长远利益最大化和生存优势，而为我们这些作为其临时载体的生物生存机器专门配备安装的极其精密复杂的高级情感软件系统。在深入探讨了基因如何通过各种复杂机制影响生物行为之后，道金斯在书的后半部分引入了一个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要概念——密母 （memes） 理论。这个由他首创的术语概念旨在描述文化信息传播和进化的基本单位，就如同基因是生物遗传信息传播的基本单位一样。道金斯敏锐地观察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与生物进化完全类似但又相对独立的现象——文化信息的复制、变异和选择过程。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各种思想观念、技术知识、艺术形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都会在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之间进行传播和扩散。这种文化传播过程具有许多与生物基因传播非常相似的特征。文化信息可以相对忠实地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种变异和改变。不同的文化变体在传播竞争中会表现出不同的成功率和影响力。道金斯将这些能够在人脑之间进行复制传播的文化信息单位称为密母。这个词汇是他参考基因 gene 一词的构词方式，从希腊语 mimesis 模仿中提取词根创造的新概念。一个简单的密母可能是一首流行歌曲的旋律，一个幽默笑话的桥段，一种时尚服装的款式，一个政治口号的表达，或者一种行为习惯的模式。更复杂的密母可能是一整套宗教信仰体系，一种科学理论框架，一个哲学思想学派，一套法律制度安排等等。就像基因的成功取决于它们在生物群体中的传播能力一样，密母的成功也取决于它们在人类文化群体中的传播效率和影响力。那些具有更强传播力、更容易被人记住和模仿、更能满足人类心理需求的密母，就会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成功，占据更广泛的文化生态位，影响更多人的思想和行为。道金斯在分析密母进化机制时发现，文化进化在某些方面比生物进化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灵活性。生物基因的传播主要依赖于生物个体的繁殖和世代更替，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以年甚至数十年为单位的时间周期。而文化密母的传播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技术发明或艺术创作可能在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数百万人的思想和行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极大地加速了密母的传播速度和扩散范围。互联网、社交媒体、
移动通信等技术手段为文化信息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平台。一个有趣的网络梗，一段病毒式传播的视频，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获得全球性的关注和讨论，体现出密母进化的惊人速度和影响力。然而，文化进化的快速性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和挑战。由于密母的传播不需要经过严格的生存测试和自然选择过程，一些可能对人类福祉有害的文化信息也可能获得广泛传播。比如，某些极端的意识形态、危险的迷信观念、有害的健康理念、破坏性的行为模式等等，都可能因为具有强烈的情感吸引力或简单易懂的表达形式而在人群中快速传播，即使他们在客观上可能对个体或社会造成负面影响。道金斯指出，密母和基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我们人类大脑接受、处理和传播文化信息的能力本身就是基因进化的产物，是我们这个物种在漫长进化过程中获得的独特优势。我们天生具有的语言学习能力、模仿行为倾向、社会认知技能等等，都为密母的传播和进化提供了必要的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密母的进化和传播又会反过来对基因的进化产生影响。文化因素可能会改变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和选择压力，从而影响不同基因变体的相对适应性。比如，农业技术的发明和传播就导致了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种文化变迁又进一步推动了人类基因在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社会行为等方面的适应性进化。在某些情况下，密母的利益和基因的利益可能会出现冲突。比如，某些宗教或哲学观念可能会鼓励人们采用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密母虽然可能在精神层面为个体带来满足感，但明显与基因追求繁殖成功的根本目标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行为选择就会受到基因驱动力和文化密母驱动力的双重影响，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度和具体的环境条件。道金斯认为，密母理论的提出为人类理解自身的文化现象和社会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通过将文化进化理解为一种类似于生物进化但又相对独立的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各种文化现象的起源、发展和传播机制，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根本来源。同时，密母理论也为我们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化信息的传播规律和进化机制，就可能更有效地引导文化进化的方向，促进那些有利于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的密母的传播，同时抑制那些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有害密母的扩散。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文化信息和观念影响。理解密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和批判性地对待这些信息，更好地识别和选择那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内容，避免被有害或低质量的密母所误导和操控。道金斯在讨论密母理论时特别强调，文化进化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所有的文化现象采取完全相对主义的态度。虽然不同的密母在传播竞争中可能都有其自身的成功的逻辑，但从人类整体福祉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而且应该对不同的文化内容进行价值判断和质量评估。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等等，虽然在密母竞争中可能面临各种挑战，但他们在促进人类知识进步、社会和谐和个体幸福方面的价值是不容否认的。密母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理解教育、媒体、艺术等文化机构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机构实际上都是密母传播和进化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量，他们通过选择、包装、传播特定的文化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和思想环境。因此，这些机构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需要认真考虑自己传播的文化信息对社会和个体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因此，在现实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坚持做一个善良正直、诚实守信的好人，可能确实最终会得到相应的好报和积极回报。这绝对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缺乏科学依据的道德说教，或者虚假的心灵鸡汤式安慰，而是现代博弈论研究和进化生物学研究共同给出的一个具有深刻科学依据和严密逻辑基础的重要洞见和人生智慧结论。全书内容丰富的最后一章基因的延伸，实际上高度集中地体现了道金斯在后来单独出版的另一本同样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延伸的表型》中的核心思想精髓和重大理论创新。
他在深入反思《自私的基因》这本书的理论贡献时认为，虽然这本书的基本核心观点和总体理论框架是完全正确的和具有开创性的，但他对基因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和广泛深远影响的描述还远远不够彻底全面和深入透彻。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思考基因作用机制时，都习惯性地认为，基因的直接影响范围和具体作用效果仅仅严格局限于它所寄居生存的那个特定生物个体的身体内部结构和生理功能。比如说，某个特定的基因变异可能会让一只鸟类动物的喙部结构变得更加细长尖锐，或者让一只哺乳动物的毛皮颜色从普通的棕色变成罕见的纯白色。这些直接作用于个体身体形态结构和基本生理功能的遗传影响，就是传统生物学意义上基因表型效应概念的全部内容和涵盖范围。但是道金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革命性意义的全新理论观点：基因的表型效应和影响范围绝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体生物身体的内部结构和生理功能。基因分子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和控制能力，完全可以延伸扩展到外部环境的广阔空间，甚至可以直接深刻影响和精密控制其他完全不同的生物体的身体结构特征和复杂行为模式。这个突破性的创新理论观点，就是在现代生物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延伸表型概念。为了清楚明白地说明这个相对抽象复杂的理论概念，让普通读者能够直观理解其深刻含义，他在书中举出了几个非常经典、令人印象深刻、极富启发性的具体实例。比如石蚕幼虫这种小型水生昆虫，它们会非常巧妙地、有选择性地利用周围水底环境中随处可见的各种天然建筑材料，包括大小不同的小石子、粗细各异的细树枝、颗粒均匀的沙粒等等，为自己精心建造一个结构极其精巧、防护性能非常优良的管状保护外壳。这个人工建造的保护外壳显然不是石蚕生物个体身体的直接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却是完全由石蚕幼虫的特定复杂行为模式所精心建造和细致塑造的。而石蚕的这些复杂精密的建筑行为模式，归根结底都是受到其体内遗传基因的严格控制和精确指导的直接结果。因此，从延伸表型的创新理论角度来进行深入分析，这个保护外壳的具体几何形状、整体尺寸大小、建筑材料选择、结构坚固程度、防护效果等等所有重要特征参数，都应该被理解和看作是石蚕基因的延伸表型效应的直接具体体现。再举一个规模更加宏大壮观、影响更加深远的典型例子：北美河狸这种大型啮齿动物建造的巨型水坝工程项目。河狸群体通过团队合作建造的大型水坝，能够极大地改变周围自然环境的地形地貌特征和水文生态系统，人工创造出一个面积广阔、水位稳定、非常有利于河狸群体长期生存繁衍的理想湖泊生态环境。这个规模巨大、工程复杂、技术精密的水利建设项目，同样应该被理解为河狸基因延伸表型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直接表现形式。一个能够指导河狸群体建造出更加坚固耐用、更加高效实用、更加适应环境的优质水坝的优秀基因变体，就会比其他相对劣质低效的基因变体更有可能在残酷的自然选择过程中获得显著的生存优势，从而被成功传播遗传到下一代，并在整个种群基因库中逐渐扩散开来。书中提到的最令人感到惊奇震撼、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例子，是某些高度专化的寄生虫对其宿主生物的精密操控现象。道金斯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一种生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蜗牛，当这种无辜的蜗牛被某种特定类型的复杂生活史吸虫寄生感染之后，它的正常行为模式会发生非常诡异、完全违背其基本生存本能的根本性改变。受到寄生虫感染控制的蜗牛会不由自主地、强迫性地爬到周围植物叶片的最高最显眼位置，让自己在开阔的自然环境中变得极其突出醒目。这样的异常行为模式会大大增加它们被各种空中飞行的鸟类动物发现、捕获并最终吞食的概率和风险。而各种鸟类动物恰恰就是这种复杂生活史吸虫寄生虫的最终目标宿主和理想繁殖栖息地。这种专性寄生虫必须要成功进入鸟类的消化系统内部环境，才能够顺利完成其极其复杂的多阶段生命周期的关键转换阶段，并进行有效的有性繁殖活动和遗传物质交换。因此，蜗牛这种明显违背自我保护本能、完全不符合个体生存利益的自杀式危险行为，实际上完全是被其体内寄生生存的吸虫基因通过某种我们目前还不完全理解清楚的复杂生物化学分子机制所精密操控和严格控制的直接结果。
寄生虫的基因成功地将其强大的表型效应延伸扩展到了宿主生物的神经系统和行为控制中枢，直接精密操纵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生物物种，也就是宿主蜗牛的身体机能状态和关键行为选择决策。这样看似不可思议的生物操控现象，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现代科幻恐怖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可怕离奇情节？但令人深感震惊的客观事实是，这种看似超越常理、违背直觉的神奇生物操控现象，却是在地球广阔自然界中真实存在、反复发生、可以科学验证的客观自然事实。这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延伸表型理论观点，彻底打破和根本颠覆了生物个体作为独立自主、具有完全自主决定权的独立实体的传统固有观念和长期认知模式。从延伸表型这一全新理论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深入观察，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每一个生物体实际上都生活在一个由无数不同来源基因的各种延伸表型效应相互交织影响、相互竞争合作而形成的极其复杂动态的多层次网络系统中。你自己身体内部的数万个基因在时刻不停地影响和控制着你的各种生理功能状态和日常行为选择决策。你消化道内部共生生存的数万亿微生物个体的基因，也在通过各种我们正在逐步了解的途径和机制，深刻影响着你的身体健康状态、免疫功能水平和心理情绪状态。你周围生活环境中其他各种不同生物的基因，同样在通过他们各自创造的延伸表型效应，试图对你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模式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更加宏观全面的理论角度来观察理解，整个地球生命世界实际上是一个规模极其宏大、结构极其复杂的动态博弈舞台。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合作的生命舞台上，无数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基因，通过各自控制操纵的生物生存机器和各自精心创造的延伸表型系统，在进行着永不停息、层次丰富的复杂博弈和多维度动态互动。我们人类毫无疑问是这个生命大舞台上目前最强大、最具影响力、最有创造性的主要参与者和绝对主角。我们通过集体智慧建造的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城市群落，我们通过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各种高度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通过文化传承创造积累的极其丰富多彩的文化知识体系。所有这一切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和辉煌创造，都可以从延伸表型的创新理论角度被深刻理解为我们人类基因的宏大延伸表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中体现。我们人类的基因通过在数百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逐步赋予我们一个容量巨大、结构复杂、功能强大、极其善于学习记忆和创新创造的高度发达大脑，已经成功地将其影响力和控制范围以前所未有的宏大规模和前所未达的深刻程度全面延伸扩展到了地球表面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生态环境，甚至已经开始积极触及遥远神秘的外太空领域和其他行星世界。这种基于延伸表型理论的全新观察视角和认知框架是极其宏大深远而又深刻透彻的。它从根本上促使我们重新认真思考一个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根本性问题：我这个基本概念的真正边界和准确定义到底在哪里？从延伸表型的理论角度来重新理解和定义，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是一个个完全孤立、彼此独立、自给自足的生物个体，而是基因这种根本力量在广阔时空中进行延伸扩展的重要节点、关键环节和动态载体。在全书内容丰富的最后部分，道金斯以一种既冷静客观又充满深深敬畏之情的优美文学笔触进行全面总结。生命现象的根本本质和核心特征就是 DNA 分子的持续生存延续和精确自我复制。如果在广袤宇宙的其他遥远星球上也确实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生命现象，那么这些假想中的外星生命形式也必然会严格遵循着与地球生命完全相同的基本运行法则和根本作用原理：自我复制、随机变异和自然淘汰选择。无论这些我们尚未发现的外星生命的具体存在形式可能是多么千奇百怪，超出人类想象，其核心本质特征一定也是某种特定形式的追求自我复制的自私基因。我们每一个有幸生活在这个美丽星球上的人，都极其幸运地参与了地球上这场已经持续了整整40亿年的宏大基因演化旅程。我们既是这段无比伟大、波澜壮阔的进化历史的最终产物和集中体现，同时也是这段辉煌历史在未来时代继续延续发展下去的重要承载者和主要推动力量。道金斯在这本具有划时代重要意义的学术著作中，为我们清晰完整地展现的是一个完全以基因为绝对中心，既冷酷无情又壮丽辉煌的地球生命世界全景图。从原始海洋环境中第一个纯属偶然机会诞生的简单分子复制子，
到今天我们在地球表面观察到的极其纷繁复杂、千姿百态、多姿多彩的各种生命形态，贯穿着整个漫长历史演化过程，始终不变的只有一条清晰明确的主线，那就是基因为了实现自身的成功复制和永恒延续而进行的永不停歇的激烈斗争和残酷竞争。我们人类以及地球上其他所有的生命形式和生物种类，都只不过是基因在这场持续数十亿年的漫长演化旅程中，为了有效应对各种不同环境挑战和生存压力而精心打造设计的，注定终将是去消失的临时性生物生存机器。书中深入详细探讨的亲缘选择理论、进化稳定策略分析、两性之间的遗传利益战争、互惠利他主义合作机制、延伸表型效应等等重要理论概念，都是从基因中心这个核心理论视角自然衍生出来的逻辑推论和理论延伸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强大、内在自洽、相互支撑的完整科学解释体系，让我们得以深入窥见生命现象那令人深深敬畏的根本底层逻辑和精密运行机制。当然，这本具有重大革命性意义的学术著作，也在国际学术界和广大社会公众中引发了巨大的理论争议和激烈的学术讨论。一些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和评论家指责道金斯的核心理论观点代表了一种过度极端的基因决定论思维模式。他们认为这种理论体系过分夸大了基因的决定作用和控制影响力，而严重忽视了环境因素变化和个体学习能力在生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但是道金斯本人在多个不同场合和各种公开演讲中都始终明确强调，他在书中所进行的理论阐述是在客观描述一种可以通过严格科学方法反复验证的生物学事实和自然现象，而绝对不是在试图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和道德伦理体系提供什么最终的标准答案或价值判断。恰恰相反，道金斯反复声明他的真实观点和基本立场，正是因为我们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深入理解了基因对生物行为的这种根本性控制和深层支配，他形象地称之为基因的暴政统治，我们人类才更有可能凭借我们这个独特物种所独有的高度发达的自主理性意识和极其丰富复杂的文化传承创造能力，去积极主动地摆脱基因本能的原始控制和生物学束缚，去追求一种更加广阔开放、更加富有深刻意义、更加符合人类理性和道德追求的美好生活方式。这本书中所蕴含的深刻理论洞见和科学智慧，以及它在整个学术界和广大社会中引发的无穷无尽的深度思考和广泛讨论，远远不是任何一次概括性的转述或简要总结所能够完全穷尽和充分准确表达的。书中那些精妙入微的逻辑推理过程、生动具体的实例分析案例和严谨科学的论证方法，或许只有通过认真仔细的直接阅读原文著作，深入思考每一个重要观点，才能够真正领略和感受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强大的思想力量。如果你对生命世界的深层奥秘和根本规律感到强烈好奇，渴望进行一次彻底深入的智力探险和思维挑战，那么亲自翻开这本改变了整个生物学世界观的伟大著作，认真研读其中的每一个重要章节和核心观点，或许会成为你人生中一场永远难忘、意义深远的精神探索旅程的美好开始。